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Zoo DIY。那么今天呢是这个暖气炉安装升级的最后一部分，排气管、进气管和排水管的安装。这个排气管呢实际上是非常重要的，它涉及到这个炉子能否高效的运转，而且呢涉及到这些废气会不会影响你生活的这个环境。第一部分呢，我们讲一下怎么样安装这个排水管。这个排水管呢，实际上只有这种高效的暖气炉才有，老的暖气炉呢一般没有。因为老的暖气炉呢，它排出去的废气呢，温度还比较高，这样呢，很多的这个废气呢，实际上是带着很多水蒸气，就直接排到室外去了。而这种高效的暖气炉呢，它通过这个 condensing 这个过程，把这个热量尽量留在室内，这样呢，就会有很多冷凝水会把它排出来。排气管呢，下面有一个水管，连到这个连通器里面。这个连通器现在是空的。在你第一次使用之前呢，一定要装满水到这个位置，不然的话会有一些废气呢会从这儿散发到你屋里面去。所以这个一定要注意。配的管道，这边接到这里，然后这里剪到 B。为什么要剪到 B？ 这太长了。这个如何安装这些排水管呢？说明书上都有非常完备的说明。对，根据不同尺寸的机子。这种可能就不会漏水了，是吧？这不会。好的，这个管子基本就装完了。这里呢，我插播一段呢，实际上也是电路的部分。这个 switch 在这个位置，这个位置 ，1 2 3 switch 1 switch 2 switch 3。That's tiny。tiny， 这其他 switch 1 switch 2不要管它。switch 3。你看，出厂呢，第一个是 off， 第二个是 on， 这出厂的设置。现在如果你用 two stage 的 thermostat， 如果你用 two stage 的 thermostat， 那么第一和第二都应该是 off。这个 heating fan 呢，你不用管它了，就沿用这个出厂的设置就可以了。所以我要把第二个 switch turn off。那我们不是 two stage 吗？我们就 two stage 啊。我们装了 two stage。对于这一部分，如果你有任何的疑问，请参阅我上一期的视频，关于电路的部分。这是 two， 可以了。好的，现在这个炉子就可以把它封闭起来了。现在我要做的是放一些水在这个出气管里面，把这个里面的那个 trap 把它充满。只要有水从那个流水管出来就可以了。最后呢，我是装上了塑料管，把它通到空调的排水管上面。好，下面我开始装进气管和排气管。首先呢，我装了一些金属件，用来固定这些管子。这些金属件呢，我是花了大价钱买了现在市面上最好的。买这些金属件我差不多花了100块钱。因为这个管子的固定还是非常重要的。如果它容易松动的话呢，就会有一
潜在的这种漏气的风险。这两个接口呢，一个是进气管，这个是废气管。这个进气管呢，实际上两头都可以安装，一头是母头，另外一头是公头，根据你的设计和需要可以做调整。这个进气管呢，根据 code 的要求呢，实际上不是一定要通向室外的。这个管道呢，要用这种 ULC S636 这种高温的管道，耐高温的管道。然后这种 primer 和胶水呢，也是用与它相匹配的。这里呢 ULC S636，我买的呢都是 Royal， 都是一个牌子。Siemens GVS65 PRC PVC ULC S636，这个和这些管子是一样的。这个是一般的，一般的可能也可以，但是由于有这种产品，所以呢选这种。好，现在可以接管子了。先用 Prime， 然后用 Siemens。进去以后转动1/4圈就可以了。其实接这个管子和接这个下水管是几乎是类似的。有一些 professional 呢，他喜欢把这个管子直接浇到这个炉子上。那么我呢，还是希望呢，更加灵活一点。这样呢，方便以后更换或者维修。所以，排气管呢，我会用这个炉子配的一节塑料的 coupling 把它连接起来。而进气管呢，我就直接用一个 coupling 把它卡上去就可以了。因为进气管的密封性的要求没有那么高。这样呢，两根管子，照这种做法来做呢，都是可以拆卸的。进气管呢，待会儿我再跟大家说。其实进气管按照 code 的要求呢，并不一定是需要直接通向室外的，在室内呢也是可以的，但是那种操作呢不是最好，通向室外呢是最好的一种操作方式。这个是我要钻孔的地方。就是这个两根管子要伸出室外的地方，我需要拆一节 deck。这个呢是我在 Amazon 上买的这个2寸的 hole saw。本来呢想去租，结果一问呢，那个租的价格比买这个还更贵，所以我干脆就买一个，才20多块钱。一开始呢我用了普通的这种电钻，后来发现呢，它的力量不够，我又专门去这个附近的装修店租了一个 heavy duty 的博士的冲击钻。任何工作呢，只要有了合适的工具，那么做起来呢就会得心应手。好，现在呢可以看到速度快多了。
基本不费力。这个砖石的洞已经开好了，另外呢，我还需要用一个木头的护手，因为里面还有一段是木头的，把它打开。这个管子的尺寸呢，可以用2寸的、2寸半的，当然也可以用3寸的。那么3寸管呢会贵很多，因为这种管子耐高温的管子还是很贵的。而且呢，这个尺寸的选择呢跟你这个距离有关系。当你需要通管道的这个距离越长，那么你就要考虑这个尺寸越大的管子。而我家这种情况呢不到10尺，所以呢完全可以用2寸的管子，没有问题。最后呢还需要 dry fit， 然后把它用胶结合在一起，这个是完工以后的效果。在室外呢，我也用这种 heavy duty 的金属件把这个管子全部固定住了。deck 又装回去了，一切看上去都非常的完美。现在这个炉子已经安装完毕了，实际上可以开气开电测试。好，经历了这整个过程，大家是不是觉得这个装炉子 upgrade 的这个暖气系统还是挺多工作的？所以呢，一般呢找专业的 contractor 过来做这个工作，尤其是这种 upgrade。付5000块钱以上的成本，那是绝对是物有所值的，因为确实这个里面呢有很多环节都是非常专业的，而且呢，这些工作呢不是说你在市场上随便找一个装修师傅就可以完成的。好，那么最后呢，想跟大家再分享一些要注意的事项。这个呢是我装的这个排气管和进气管，这个位置呢，这个 Goodman 的 menu 上面呢，已经做了详细的描述，包括你可以有一些选择，怎么来装，它需要离这个窗户，有多远，离这边的窗户有多远。另外呢，其实呢，最后看下来呢，你能够装这种 pipe 的地方呢，确实是非常有限的因为它好像有一个要求，离窗户要有1尺，我这个刚刚有1尺。然后呢，离这边呢，甚至都没有1尺。但是呢，因为这扇门是打不开的，所以也勉强符合条件。另外呢，这个 menu 上说呢，你这个管呢，不要装在那个步道的旁边，因为呢，冬天的时候这里会有水滴下来，然后可能会结冰，所以呢，可能不太安全。另外呢，不要装在花圃的上方，因为同样的道理，因为这个冰呢会把这个花圃呢全部kill 掉。我个人认为比较重要的一个指标，尤其在加拿大这边或者美国的东北部，因为雪比较大，所以呢，这个 menu 上说呢，这个进气管要离这个可能的最高的降雪线呢，至少要高出12寸，也就是1英尺。这个呢，然后呢，这个排气管呢要高出这个进气管的这个口呢。又要最少1英尺，因为我注意观察了别的房子的这种高效暖气炉的排气管和进气管，那么我这种装的呢，基本上呢比他们装的要是更高一点。我个人感觉很
house 它的这个进气管呢和排气管呢都装的离地面呢太近了，尤其在加拿大这边，如果冬天下雪的话呢，那么有一个风险就是这个雪呢会把它埋住，这个埋住以后呢，这个进气管呢它就吸不了空气了，或者吸空气呢受到阻碍，这样呢都会影响这个炉子的燃烧。另外，这个排气管一定要比进气管高，这个是为什么呢？我个人认为是因为，因为这个进气管呢，如果雪下的埋到了进气管的话，最后这个炉子会停掉，它会不工作。然后呢，基本上这个雪的高度呢是让这个炉子先停。如果你这个排气管比这个还低的话，比进气管还低的话呢，这样就挺危险的，因为这个炉子呢会继续工作，然后你气排不出来，这样这个废气呢会排到室内去，这样是非常非常危险。所以呢，它这个code要求呢，这个排气管要比进气管高，就是这个道理。就是说，如果它雪太大了，盖住它了，最后会导致这个炉子不工作。这样呢，你没有暖气，但是你不会有危险。所以这是这样的要求。好，那么冬天的时候，如果 in case 这个雪盖住了这个进气管，或者说这个排气管结冰了，这里把它堵住了，那么你的炉子是没法工作的。如果遇到这种情况，如果在冬天的时候你发现你炉子不工作了，那么你第一件事要检查的就是这个进气管和排气管。我建议呢，就是每次下完雪以后都要看一下，如果这个雪呢已经堆积到快接近这个进气口的位置了，拿一把铲子把它清理一下，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。那么还有一个小窍门呢，就是如果你发现这个雪呢，堆积它或者是冰把它 block 了，尤其是进气管，这个雪把它堆积了，然后里面又结了冰了，这样怎么办呢？因为你雪铲掉以后，这个冰还是会阻碍这个空气的气流。那么有一个办法呢，就是把里面炉子的这个进气管呢，把它拔掉。实际上这种高效暖气炉的进气管呢，并不一定要求要通到室外的。从室内取空气来燃烧，也是符合 code 的要求的。而且呢，这样呢，等这个暖气启动以后呢，你可以拿一些电吹风把这边口清理干净，然后把它再放上就可以了。现在这个暖气呢在启动，所以，其实这个管装完以后呢，我太太有点不满意。她说你这个怎么装的这么高？然后呢，在屋里面呢能看到这个冬天的时候会看到这个白气喷出来，感觉好像在做这个20世纪的这蒸汽船在旅行一样。但是呢，也没有什么更好的地方，所以就放在这儿。因为功能性还是非常重要的。好，这一系列的小视频就跟您分享到这里，谢谢您的观看。如果您有任何问题或评论，欢迎在下面的评论区留言，希望对您有所帮助和启发。如果您第一次访问我的频道或者还没有订阅，请点击红色的订阅按钮并打开小铃铛。如果您觉得这一系列的节目还不错，请不要忘了给我一个 like。好，感谢您的收看，我们下次再见。